我先生前一阵子就是他有提到过所谓敬拜的本质，哈，我觉得现在作曲了1年之后，我在这个地方有现在这个程度的体会，哈，我做一个分享啊。什么是敬拜？我觉得我们用一个圣经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就是亚伯拉罕在神的带领跟指导之下，他呢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对吗？去山上把他的儿子献祭，好，那亚伯拉罕呢就顺服了，好，带着他的儿子，带着仆人，带着一捆柴什么的，就上山，然后他就跟他仆人讲说：“你在这边等我们，好，我们上去拜一拜，我们用英文说 worship， 我们上去敬拜就回来。”亚伯拉罕上山，他不是带着吉他，不是带着麦克风去，他不是上山，他是去烧他的儿子，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敬拜，那我就明白哦，所谓的敬拜本质就是因着认识神，也因着相信神，所以愿意放下自己的权益、主张、意见，所以他选择去牺牲自己的最爱，去顺服神的旨意跟带领，好，即便这样的带领是完全超乎常理的，在人来看是根本不可思议的选择，但是他愿意这样选择是根基于爱，这个是敬拜，这是敬拜的最初也是最本，它是侍奉的核心。好，所以我就体会到这一点之后，所以就明白，就敬拜不是根于，不是在音乐，不是，对，敬拜是发于心，然后是对，所以亚伯拉罕绝对可以说，我上山是敬拜神，我因着这样爱神、认识神、愿意顺服而采取的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敬拜。好，当我们明白敬拜的心之后呢，就不会跟这个音乐混在一起。哈，音乐当然是敬拜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活出来，我们生命中活出来的决定，做出来的选择，那才是敬拜的泉源，对吗？好，所以这是我自己在现在这个阶段在敬拜上面的体会。好，那我们就会遇到顺服的挑战，对吗？就算我愿意，我也做得很勉强，对吧？我没有亚伯拉罕那么顺服，我就是一路都是勉强哈。所以我觉得在第1年的时候哈，我觉得神很明白我的心哈。有一次我做一首歌叫《甘心侍奉》，好，不要在人的眼前侍奉，要甘心侍奉神，就像是为主做的哈。我就这个歌名叫《甘心侍奉》。哎呀，我做的太难听了。我的同工说：“雪人啊，这是第86首，他说这是你做过最难听的歌曲。”就我也感谢神，他没有，他以前就是要我就叫我放弃了，就是这首算了算了，放你做下一首吧哈。他以前一定这样，但是他后来他被神管教嘛，怎么管教？就他上一次也是叫我放弃一首歌，叫《夫妻之道》哈，94首。那首歌他说这太难听了，我劝你这首不要了，换下一首。结果我就坚持，我说不行，我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有听到男女对唱的声音，这首我不放弃。好，结果那首歌居然卖出去了，就神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哈，就他认为最好听的音乐是最重要的。我说这歌词好也蛮重要啊，那我就不愿意放弃啊。那后来事实上证明，先卖出去的第一首歌不是最好听的歌，对吧？好，所以他就也明白了，他就不会叫我放弃，他就说难听的不得了。我就觉得他捏着鼻子帮我把后面的后置工作做完了嘛，我也很为难他，对不起。那好啦，这首歌做完之后，因为歌词在后置的时候，我当然心情不好嘛，因为被同工嫌成这样，我差点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后置工作哈，因为想到就很难受。可是里面的歌词呢，又一再的安慰了我，然后就说神就是透过这个歌词问我说：“你如果被嫌弃，你就不甘心了吗？你如果被挑剔，你如果被误解，你就不愿意甘心侍奉了吗？所以你的侍奉到底是出于好的结果，被肯定，被称赞，
好，还是出于你自己愿意甘心侍奉？好，就这个大问哉就一直透过那首歌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面盘旋，然后我就只好把这首歌完成了哈。然后后来没有多久，神就要我做这首歌的见证。好，我就意识到说，我们这个音乐施工其实做出歌的好坏哈，是副产品。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历神，我们见证神的这个过程，我们去透过经文，透过诗歌，我们遇见神。好，我们要去讲述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与神同行的这个生活方式，才是这个事工的本质。好，不是说一首歌多好听，因为事实上好听的歌很多嘛，对不对？这么多诗歌敬拜神，那简直数不完，对吧？但是唯有那些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经历碰撞的、交汇过的，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产生印记的，这些歌才算数，对吗？好，所以这个歌的本质，创作的这个本质是经历神的过程，这个见证。好，这个是我觉得神耐用。你看他用这么难听的一首歌做的这么失败的一首歌，给我这么大的学习跟领受，对不对？这么差的歌他都可以使用，那更何况其他歌呢，对吗？所以我就明白了，那这也是释放我嘛，因为我明明就做不出什么好，做出好歌绝对是出于神的恩典哈，那做的不好是正常的嘛。好，结果我也想插一句啊，师母，其实歌曲的好坏啊，真的就像做一盘菜一样，你说什么菜是好吃呢？什么菜是难吃呢？对吧？那我可能去吃那种比如说我从来没吃过的加辣椒的，什么墨西哥的、印度的，我就觉得很难吃了。对我来说，因为我不能吃辣椒，我一吃就过敏，我就会死掉。所以我当然觉得这个很难吃啊，对不对？但是真的不能够以我自己的喜好来衡量，这是一首好歌还是一首难听的歌。而且真的这个歌曲的旋律，其实说白了，不是就像菜的味道，甜一点了，咸一点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口味，根本不能够取决于说就是定性了，这就是一首难听的歌啊。有的歌我觉得非常有名的曲子，可能流传了百世的，那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一听，好难听啊！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调啊？怎么还可能是大师写的呢？你是不理解吗？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也不需要我们气馁，也不需要就是被别人说好听或者不好听，就把我们的那种去服侍的心给击碎了。因为说白了，好吃不好吃都在个人，鞋穿在自己的脚上，舒服不舒服，那是根据你自己的尺码，根本就不是有一个完全一个衡量的标准，而标准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担心的啊。反而呢，透过了这首歌神就给我一个看见，一个亮光的打开。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唱得这么难听？”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很简单，因为你心里没有甘心。”所以呢，当我在遇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振动能量跟这个甘心乐意的这个讯息经文就是交叉一个平衡和谐的一个震动，所以就产生了碰撞跟冲击。所以说你本身不甘心，谁让你甘心？对，所以我遇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发出了噪音，对吗？因为我不是跟他和谐的律动嘛，所以我就怎么唱怎么难听，这样哈。他说你做不出这首歌好听，是因为这样，是从我的心发出的我那时候就真的被神一点了，我的天啊，我这么所以我们的内心的所有的东西，真的在神面前都是隐藏不了，一定要拿出来面对，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成为器皿，我们一定要首先洁净，对吗？所有东西都会放大，所有东西都会放出来。好，那我也为这首歌就做了一个见证，就是说所有的艺术家哪一个艺术家是被逼成艺术家的？没有嘛，对不对？每个艺术家都是哎呀，我这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想法、情绪、感受，我展现出来，然后我成为艺术家，对不对？可我这个人是被逼出来的所以我的确在顺服上有挑战。
我一直都知道，我不管是一开始被神呼召，或者是选择嫁给传道人，或者是出国移民，或者是再移民，每一步都是因着咬着牙来顺服。好多人说，你要是跟随着神，是神的带领，你就一定一路顺风顺水，不一定。如果你是粗信的，那神可能会给你一点额外的恩典哈。但是如果走长远了，你就会知道苦难挑战是常事啊，在圣经也这么说，就是你们遇见试探，你们要大喜乐，对吧？遇见试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就是这是一定会遇到的。但是神可以在这些困难挑战当中操练我们，可以得胜，在这个过程中荣耀他，对吗？所以我就学到，就说就是透过这一首这么难听的歌声，还可以给我这么大的看见，可见啊，什么样的歌神都可以使用。好，这是所以我就释放了。